大家好，我是大伟。减过肥的人啊，都会有一个心得，就是四肢是最容易瘦的，而我们的小腹啊是最难瘦的。那从我的方向来说呢，我看过很多减过肥的人，包括一些原来的一些易瘦体质，你会发现小腹不仅难受，而且呢易长。很多人原来是瘦条条的，一到中年以后，慢慢的这个小腹上面就会堆积赘肉，哪里都瘦，就小腹胖。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是围绕着我们的小腹来说两点。第一个，为什么我们的小腹是最容易堆积赘肉的，以及怎么样解决，有没有一些动作可以专门的去针对我们的小腹去瘦腹，达到一个定向精准打击的效果我们一个一个来说。第一个，咱们先说原理，小腹为什么最容易变胖？那首先就要说到我们的一些行为习惯了。我们会发现小腹容易变胖的人和久坐是离不开干系只要你坐着，你会发现那我们的气血从上流到下最容易堵的地方就是我们的一个腹部。为什么？因为唯一的一个穿行通道就是我们的这里我们的腹股沟这里下面连通着两个气血大户就因为一坐嘛，它就被压着，一压着整个腹部的这个气血不通，它就容易让我们的小腹堆积赘肉。而且你会发现堆积赘肉都是从下往上走的不是说有的人上面大慢慢再往下，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受到重力的影响。我们要知道脂肪它会有一定的一个流通性，就是说脂肪它会在细胞里面慢慢的往下沉，也就是说身体上面的赘肉会慢慢的受到一些重力的影响，堆积在下方。而堆积在下方以后，又恰好的压住了我们的气血的一个大门，就导致了我们这个越来越不好一个恶性循环，越压气血越不通，越不通呢，堆积的脂肪就越多，久而久之这个小腹就慢慢的出来了。那有没有一些解决的方法呢？就是改变我们的一个姿势，让我们的气血达到一个通畅的效果，往往这样呢就能抵消到我们日常当中久坐而来气血不通、堆积脂肪的一个表现。这个动作是非常好的动作，把这个动作练好了，再配合每天适当的运动，就能够达到快速的让你小腹减少赘肉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个动作可以激活我们深层的腹部肌肉，也能够有着帮我们缩减腰围的帮助。好了，我们话不多说，来揭秘一下，看看这个动作究竟怎么去做。这个动作非常的简单，但是我们首先讲一下手势。手是合并在一起，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手掌面对着自己手掌面对着自己，然后往上去伸伸上去以后尽量保持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注意手肘伸直，并且尽可能的往我们的耳朵上贴近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手面是摸着我们背靠墙，手面是尽可能的去往墙上靠拢，但是你不一定能靠得上，但是我们尽量去往上靠。这两点把它做好了以后，就是把我们整个上面的气往上拔然后呢，我们下腿并拢，然后整个身体靠在墙上。我们把这个动作只要一做，你就会发现你的腹部立马就被收紧了。然后呢，在这个姿势之下，它的整个气血循环的一个运行会比你原来正常站姿要快很多倍，而且立马能感觉到这个小腹变收紧的感觉。不信的话，你单手先做一下这个动作，然后摸一下你的这一侧的腰腹部是被拉紧的同时这个小腹不由自主的开始往内收。然后我们把另一只手也放上去，好，就这样去站。你去站直一个，大概在5秒到15秒左右，你会发现你的背会酸，手上会有微微发热的感觉，小腹被绷得紧紧的。我们正常保持一个20秒，然后踮脚5下，大家注意看，保持20秒以后，开始把脚往上跌，配合吐气，手往上伸大家注意看来。手往上伸，来2，来3，手伸的时候小腹也要收紧，3、4，好，最后一个5，好，这5下做完，加上之前的20秒，做完以后，你就会发现，整个人腰背笔直，而且小腹你到时候就可以去量一下，做完以后腹部会被你刺激的紧紧的向内收。
很多朋友啊，小腹没有力量，长期久坐啊，肚子容易堆积赘肉，你就把这个动作做起来，每天你去做一个3到4次啊，坚持去做，慢慢的这个动作对于你来讲的话，难度也会逐渐降低，再配合适当的一定的运动，就能够让你的小腹啊变得越来越瘦啊，一天比一天平坦。好了，今天这个动作啊就分享给大家。我认为呢，这个动作是非常好的一个居家啊练习我们的形体啊，练习我们的整个状态、瘦小腹的一个好动作。大家一定要把它收藏下来，以后随时打开，随时就能看。我是大伟，每天给你分享一个非常有用、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没有点赞的朋友，点一下视频下方的赞，长按给我一个超级赞，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我非常能理解肚子大的人的烦恼，非常的痛苦啊，全身上下哪里都能去减，就唯独这个肚子啊，就晃晃荡荡的就减不下来。而且咱们很多人啊，他肚子大，他分2种，一种是什么呢？就结结实实的，就是这个皮上面摸起来硬邦邦的；还有一种呢，就是软软泡泡的这种。这2种类型其实啊都是比较难减的，特别是通过运动，无论你怎么去运动，怎么样去控制饮食，它这里啊就变化不大，让你特别的苦恼。那怎么办呢？在这里啊，我给大家分享一个专门去练习我们肚子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来源于道家，叫做1晃2点。晃的是什么？叫做晃中脉。点的是哪里？叫做跪3点。这2个动作你每天结合起来一起练，你会发现整个腹部燃起了一团小火苗。这个小火苗热热的、热热乎乎的，练完以后里面舒服，而且呢，感觉这个肚子紧实了。就这样去练习一段时间以后，你自己就能看到变化。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么好的一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做完以后感觉有用的，一定要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同时呢，在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的人。咱们现在一起来看动作怎么去做。那么首先呢，咱们先讲晃法。晃法呢，其实分为上半身的一种晃法，还有下半身的晃法，都不一样。我们先从上半身开始讲啊。上半身的晃法摇中脉比较简单，你看，双脚并拢，整个人呢站直，腹部收紧，双手举过头顶合十，就这样。侧面看一下。腹部收紧啊，腹部收紧以后呢，我们开始把我们的腹部来回的左右摇。你看这个腹部啊，你看手的位置就这么去摇啊，腿站直，腹部收紧，就这样去摇。摇着摇着，你能发现到里面的肌肉开始用力，同时里面慢慢的变紧，越来越紧，就这样的感觉。手和腿保持住啊，往上伸，整个人感觉被往上拔着一样啊，撑紧，然后开始摇腹，就这么去摇。啊，摇着摇着就有感觉，慢慢去摇啊，不要着急，不要啊快速摇。快速摇是什么？这样啊，不对的啊，这样是不对的。这种是没有控制力的摇，它都是一种惯性，不是你的收缩力。我们要慢慢的，你看控制力摇，腿并拢夹紧，尽量不要让腿部借力，就这么去晃，每天去晃一晃。左右晃一晃，晃上一个30下、50下，慢慢的能感觉到腹部变紧了，有发力感了啊，收得紧紧的，这个时候就完成了。这是上半身的一种摇法。那么下半身的摇法怎么去做呢？也非常简单，腿把它分开，分开以后，然后我们双手捧着小腹，也是道家的动作，双手捧小腹，捧紧了，你看往上一提，你看我的胸部变化。一提，胸部就上来了。为什么？腹部向内收，然后我们腿站直，把我们的腿部，你看这么去晃，转呼啦圈转过没有？很多朋友是这样转，是不是？那么这样转是不对的。为什么？你一往前，这个腰部就受力，弓着的，看到没有？我们要怎么做？往前的时候，你看腹部一收紧，它就局限你，不让你往前了。那么就在这个情况下，在你的极限当中去晃。我们在晃的时候，因为你的整个腹部在承受不同样的力，所以呢，它会在各个角度收紧。晃的是哪里？晃的是我们里面，同时呢，也能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泡泡的、紧紧的一些赘赘的肉，能带来很好的帮助啊！手捧着肚子，捧紧了，就这么去晃。这个去晃上顺时针20下，逆时针20下，每天就这样去晃，把它晃开，你能感觉到里面收紧的感觉就行了。好了。晃功讲完了，我们还要再讲点法。点法呢叫做跪3点，跪姿3点，每天去做一做，这个啊加强性更厉害啊。我们来接着往下看。那么跪3点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呢？大家看好啊，双膝把它并拢，看到没有？双膝把它并拢在一起，同时呢手向前撑着地，撑完地以后，整个身体悬空，把你的膝盖不要碰地，悬空起来。侧面看一下，悬空起来，然后点3个位置。
外侧、中侧啊、外侧啊，就是在我们的前面，你看3个点，分别是大概在10点钟方向、12点钟方向，还有一个2点钟方向，就这么来回的去点啊。侧面看一下啊，来看1下、2下、3下，点完以后再点回来，1下、2下、3下，配合你的呼吸，小腹收紧，就这么去做，左右为一次，去做上一个20下。就这么反复的去点，这个动作是能够很控制你的核心的，就是我们的腹部一直在发力，而且这个动作你做完以后，你能充分的感觉到你的腰和腹完全都锻炼到了。这个感觉只有你们自己去做、自己去体会，才能得到答案。所以呢，这3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自己去安排。我的建议是呢，你的上半身的晃法和下半身的晃法各做1到2组，然后这个跪3点做一个3组。每天你只要能按照这样去训练，你的肚子就能一天比一天小，而且来得非常的快。好了，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我是大伟，感谢大家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如果你感觉自己的肚子非常的大，小腹突出，身上泡泡的，那么今天我要教你一个非常好的瘦身动作。这个动作我自己已经练了1个月，1个月的时间下来，明显的感觉自己的腰围变小了，而且呢，自己的小腹啊变得更加的紧致，同时呢，腿脚变得更加的有力气。这个动作不仅简单，而且实用，适合各个年龄段的人练习。如果你感觉好的，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视频啊收藏下来，同时啊在视频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帮助更多人。好了，咱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来分享动作。这个动作的名称叫做平行步，给大家先演示一下这个动作，然后再讲原理啊。我们双脚啊把它稍微靠拢一些，然后脚尖朝向正前方，同时呢把我们的小腹收紧啊，我们可以双手护着我们的小肚子，然后来，你看脚尖踮起来，用我们腰腹的力量把我们的脚后跟甩向一侧，好，然后这个时候脚后跟落地，再把我们的脚尖踮起来，然后指向另一侧。2、3、4、5、6、7、8、9、10、11、12啊！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动作。或许你们在屏幕前啊看我做的非常简单，但是你们把手机放下来，然后马上跟着我的节奏啊，咱们一起做一下，你就知道这个动作的难度了。特别是很多朋友在做的时候，可以把手啊放在我们的肚子上面啊，因为这个动作它其实你看起来是一个脚上面的动作，实际上它需要你全身的力量去进行配合。你看我们脚啊，把脚踮起来的时候啊，你看脚后跟一转，是转到哪里呢？其实是我们的腰腹的一个发力。然后呢，再把我们的脚尖抬起来的时候，再一转，也是需要靠我们腰腹的一个力量去进行稳定。所以呢，这个动作不仅仅是锻炼你的腿脚，同时还把你的整个腹部啊一起练到了。那么现在我带着大家再来做一个来回，大家看好，你看，踮脚，1、2、3、4、5、6、7，好，来回1、2、3、4、5、6、7、8、9啊，再来1、2、3、4、5、6、7、8啊。这个动作大家跟我做完了以后，是不是就感觉没有那么简单了？大家看似啊是一个步伐的训练，其实啊它是巧妙的锻炼了我们全身，运用到我们全身的所有的力量集中于我们的脚底。所以你看似一个简单的动作，其实背后的原理啊是非常的多的。大家没事的时候就把这个动作做上一个30下到50下为一组，每天做上一个2到3组。刚开始练习的时候，或许会感觉稍微有些累，稍微掌握不了这个动作的节奏，但是随着你慢慢的练习，你逐渐的就能体会到这个动作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帮助。就拿我自己来说，我感觉最明显的就是腿脚现在走路更加有力，而且抬起来腿啊变得更加的轻盈，同时我的小腹是能明显感觉变得更加紧致的，这是我自己啊能感觉出来的好处。那么你们跟着我去练，也一样能获得很多的一个帮助。好了，今天的视频啊咱们就分享到这里了，记得一定要把视频收藏下来，并且转发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没有关注的记得关注我一波，在别人那里或许是不传之秘，在我这里都会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大家好，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个动作，这个动作非常的好，
它可以去帮助咱们减少腹部的赘肉，又可以去增加咱们核心的力量，还可以去帮助我们加强咱们的一个心肺功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动作怎么去做。这个动作的名称叫做俯身登山跑啊，起始的姿势非常简单，我们双手撑地啊，然后这个身体保持平衡，小腹收紧，然后呢，我们要把这个腿去屈向咱们的一个腹部，然后屈完以后再交替另一只腿我们把它快速做起来。就像去登山一样来回反复的做，这个速度我做的是比较慢的速度。其实真正做起来它频率是比较快的。那么在做这个趋向我们腹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腹部的核心肌肉就得到了这个刺激，而且在腿趋向咱们腹部的时候因为肌肉的一张一弛，就可以去挤压咱们的血管，让我们腹部的代谢可以得到更好的改善。那我们再看一下快速的做这个动作怎么去做双手撑地记住，这个时候有一个重点，就是咱们的这个核心肚子要收紧然后快速的去做，来回反复。注意这里的做的时候这个腰部千万不能把它弓起来千万做的时候不要出现这样去做，屁股撅得很高。那么这样去做的话，它会对我们的这个肘关节以及肩关节造成非常大的压力会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我们做的时候一定要把我们的腹部收紧，身体尽量这个屁股往下压一点，好，然后来回跑起来就可以了咱们这个动作我建议每天做到3到5组，每组咱们按照时间来计算，就是一般来说的话是30秒到60秒为准。然后我们做的频率不宜过快就中等的频率，刚开始去慢慢做的时候一定要找到这个腹部发酸发胀的感觉，那你做的就非常到位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希望大家可以按照这个视频里面的内容练起来。那这样的话，我们1个月以后再量量腰围，会发现这个肚子变得平坦了，然后核心力量呢也得到了很好的增强，心肺功能也得到了改善。那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我的视频里面有很多内容可以帮助到大家，点赞评论，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今天咱们来讲一下骨盆前倾。骨盆前倾这个词很多人都听过，但是呢，你让他描述，他又会感觉特别的陌生。其实现在骨盆前倾的人非常的多。什么叫做骨盆前倾呢？就比如说你走在马路上，你看到一个人比较瘦，但是肚子往前挺得特别突出这个臀部呢也有一种这种假性的这种错觉性的感觉，这个臀部特别的翘。其实这很有可能就是骨盆前倾。我拿一个小人偶给大家来演示一下。那么首先呢，这个小人偶大家可以看一下看一下这个小人偶。那么如果我们正常的骨盆它是中立的，大家看它这个位置是中立的。但是如果呢骨盆前倾会造成什么呢？我给大家歪一下那这样呢就是骨盆前倾了。大家看到没有？首先这个臀部它是不是假性的往上去翘？其实并不是它臀部多翘它主要呢就是这个小人偶它这个臀部它是因为骨骼导致的，所以它这个臀部给人感觉是翘。第二个呢，你看正常情况下我们人体就像积木一样，跟这个一样的，它一节一节的，它这个力量是比较均匀的。但是你一旦到骨盆前倾的状态的时候，你看你这个腰部是不是受了很大的力量，同时把你的内脏肚子往外顶这个时候就会造成什么呢？看起来这个肚子特别的大看起来这个肚子特别的突出小腹特别突出，怎么减也减不掉然后再加上你如果经常还出现腰疼，然后呢你骨盆一前倾，这个大腿气血循环也会受到影响，大腿又容易这种粗，那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注意了。所以呢，骨盆前倾的人怎么样去自测，怎么样去调整呢？今天大伟给大家来一个一条龙的服务，教大家怎么样去自我检测以及自我调整。好了，我们话不多说，接下来往下看。那么首先我们先说自测骨盆前倾那我们家里面要去找一个像墙的这种棱角找到这种棱角以后用这个棱角去贴住咱们的这个整个脊柱，贴上去。那我们贴上去的时候呢，你看就整个人你看往上一靠，站上去，脚跟也要贴上去，然后人也要站上去。站上去以后有个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拿我们的这个手去往背后去这样一戳你要如果这个手掌往后一伸，会发现这个有半个拳头那么大的空间，这是一个拳头它有一个半个拳头这么大的空间，甚至更大。手掌贴到我们的背后都能来回的进行活动。就比如说我现在贴在墙上我贴在墙上，我把手往后面一出，发现腰部空间怎么这么大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注意了，很可能你就骨盆前倾了。
那么为什么说很可能呢？还有一种人啊，他这个臀部啊比较发达啊，我们用这个强的棱角啊，是尽可能的避免他的臀部发达，导致他人是这种造成体位性的这个骨盆前倾。所以我们用这个棱角，但是也不能完全避免，但是这个准确度还是相对而言较高的啊。所以呢，我们如果说感觉自己骨盆前倾了啊，测一下确实有了，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找一个这个墙面整个墙面啊，我们靠着这个墙面，用脚跟贴住整个墙角整个人就靠上去，头也靠上去。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骨盆前倾的人他这个腰部它是有很大的空当的。那我们要做的就是说，把我们的腰尽可能的，你看往上去贴。这个贴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这个人不是靠着墙，他是这个有一定的弧度嘛，像有仰着一样。他这个一贴，它就是腹部在受力，整个小腹就在发力，让你的这个腰往贴上去。那这个时候就是在矫正你的骨盆了。所以说，我们如果说发现有，每天你就站着墙，站好了以后呢，小肚子往里面的收往里面收紧了以后，感觉这个腰部贴进去了，手往后搓一搓，发现空隙没有这么大了，你就保持住这种站立。刚开始的人会站得特别的累，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的体态越站越好。骨盆越站越正，整个人呢也是越站越轻松，而且这个身体的气血各方面也会得到相应的一些改善。好，那这个动作呢，每天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时间，有的人站着他能看一整集的电视连续剧，有的人站个2分钟他就熬不住了。所以呢，我建议大家每天就保持一个2到3分钟的一个靠墙去站最后呢，可能有些人说墙太凉了，那这个站久了以后会不会这个寒气入体呢？这里我就想说一句话大家请尽管放心。如果您实在不放心，多穿2件衣服。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要知道，有时候我们打点滴的时候挂水的时候，那你水直接都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体内了，那不是更凉吗？但是呢，你的身体有没有一些好转呢？肯定是有的。一样的道理，你这个墙它有多凉？对不对？现在天气呢也是相对而言比较热的所以大家尽可能的去放心去站2到3分钟，就这样去站腹部发力。这个时候你身体是处于一种静态运动的，身体会产生大量的热量所以大家放心。好，我是大伟，大家关注我的视频，点赞、评论、加关注，每天大伟都会分享一条有价值的养生小视频，谢谢大家。